兄弟们，今天咱唠点实在的，有3款不到12000美元的轿车，耐用程度比那些3倍价格的车还猛，轻松跑30万英里都不是事儿。其中一款刚在 JD Power 的全线可靠性研究里拿了第1，而且不是仅限轿车，是他们测试过的所有车型里的第1名。更绝的是，它现在二手车行的价连一辆选装版卡罗拉都比不上。另一款用的是同款 V6 发动机，有记录的都跑过40万英里了。我干修理厂20年，亲眼见过大概200辆这车型进来保养维修。你猜这么多年我见过几次灾难性故障？一次都没有。在这行摸爬滚打20年，见太多人花冤枉钱买错车了。今天我就给你们扒一扒机械师私下里真正推荐的这3款车，当没人听的时候，我们都偷偷给亲戚朋友安利的那种。第1名那辆我差点跟客户干起来，他死活不信这玩意儿比他心爱的雷克萨斯还可靠。咱们今天要聊的这3款平价车都是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宝藏，我把最超值的留到不仅会说具体维修费用，哪些年份要避开，能省大钱的保养技巧，还会接个底。为啥这些车定价看起来像不靠谱，但数据却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？走着开唠。兄弟们，今天跟大家聊一款被严重低估的宝藏二手车，2015到2017款的马自达6。先给你们扔个重磅，消费者报告上个月刚把它评为1万美元以下二手车榜单的第1名，不是第3，也不是啥荣誉提名，是正儿八经的头把交椅。我前阵子刚接了一辆2016款 Touring 版，跑了 18.7 万英里，客户花8200美元买的，事后才找我做购前检测，总是倒着来，但无所谓。我把它开上举升机，本以为高里程车会有一堆小毛病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机油是新换的，变速箱油干净得很，一点漏油都没有，刹车片还剩 40% 厚度，唯一需要换的就是个空气流量传感器，才145美元的零件，这车子开到30万英里都没问题啊！为啥这事儿重要？因为马自达现在长期可靠性排名第3，仅次于雷克萨斯和丰田，但好多人都不知道，市场给它定价还停留在2005年那时候，当年马自达确实有生锈问题，但现在早不一样了。这款车的 2.5 升 Skyactiv 发动机用的是正时链条，不是皮带，所以你永远不用怕那800 1200美元的皮带更换费悬在头上。184马力，高速油耗38英里每加仑，自然吸气版本几乎没什么已知的重大故障。变速箱是传统6速自动，不是 CVT， 不用担心里程高了会出皮带驱动的噩梦问题。说点实际的，2015、2017款的马自达6，价格在7000到12000美元之间，看里程。根据 RepairPal 的数据，年均保养费才462美元，对比同年的雅阁580刀，凯美瑞485刀，几乎跟丰田持平。最常见的维修就是我刚才说的空气流量传感器35 160刀，刹车盘每轴300 500刀，轮毂轴承290 450刀，没有一项会让你破产。选购建议给你们划重点： 1. 避开2014款4次召回，首年问题最多； 2. 优先选2016至2017款最稳定； 3. 避开涡轮增压版，要加高级合成油，换油周期短，成本更高； 4. 选 Touring 或 Grand Touring 配置的自然吸气 2.5 升车型； 5. 检查车载屏幕，2014、2016款有屏幕故障的保修延长，确认问题解决了再买； 6. 袖带地区，冬天撒盐多的地方，爬车底看后副车架和侧裙板，虽然2014后防锈提升，但比丰田还是差点。最后总结，马自达的品牌名声可能不如本田、丰田，但工程实力真没话说。你花更少的钱，比竞品便宜3500美元，能拿到接近雷克萨斯的内饰品质，丰田级的可靠性，还有马自达独有的驾驶乐趣，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实惠啊！要是你觉得这已经够值了，那就等着看接下来这款吧。搭载 AV6 发动机，有人开了40多万英里还好好的，更绝。第2名咱要聊的是丰田亚洲龙，准确说是2013到2018款的。最近这货可是创下了个相当惊人的记录，在 JD Power 2025年车辆可靠性研究里，它直接拿了榜首，而且不是只在轿车类第1，是所有测试类别的车里排第1，这含金量够足。去年我帮一位客户打理过一辆2014款亚洲龙，里程表都跑了 34.2 万英里了。他从新车就开始开，每5000英里准时换机油，变速箱油呢，他每3万英里就换，虽然丰田官方建议是6万英里。你猜11年下来他换了啥部件？刹车片4次，刹车盘2次，一套减震器，还有一个启动机，就这些。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后差速器全是原装的，还完美运转呢。他来找我问，这车还值得留吗？还是置换？我直接告诉他，这车恐怕比你下一辆车还耐用。正在看视频的你，如果想要一辆死都开不坏的车，这就是标准答案。
它搭载的 2GRF 3.5升 V6 发动机是丰田有史以来设计的最过剩的发动机之一。啥叫过剩？就是性能和耐用性都远超日常需求。马力根据年份不同，在268到300之间，用的是正时链条，能跟发动机一辈子。故障记录简直无聊到没话说，因为基本没什么会坏。价格方面，2013至2015款大概1万到1.8万美元，2016至2018款1.6万到2.2万，但也能找到1.5万以下的高里程车。年均保养费463美元，就比马自达6贵1块钱。10年维护成本4529美元，比普通轿车平均水平低1432美元。这是 IC Cars 的数据。维修费用呢，10万英里以上可能要换点火线圈，每个100至200美元，极高里程时气门盖垫片200到400美元，氧传感器30到150美元，早期车型可能有扬声器失真问题，修一个50至200美元，介意的话得注意。很多人说你该买雷克萨斯 ES350， 确实它跟亚洲龙用的是一样的平台，发动机、变速箱，但二手车价格要贵8000到12000美元，维修成本却完全一样。说白了，你多花的钱就是买个标。选亚洲龙的话，2015至2018款是最佳选择，比2013、2014款小问题少。要是想省钱买更老的，2005至2012款第3代也不错，同样是耐用的 V6， 价格3000到8000美元，但得避开2006和2011款。另外查一下 NHTSA 召回数据库，看看2018至2019款有没有电装燃油泵召回，有的话经销商免费换。还有安全气囊，2012至2018款的 ECU 召回的确认已经完成了。重点提醒啊，变速箱油一定要每3万英里换，别听丰田建议的6万，就这一个习惯能让变速箱多活10万英里。我对亚洲龙的评价，这就是你该买的车。当你想未来15年都不用为车操心的时候，选它准没错。它可能平淡无奇，但可靠到能比你的房贷还长寿。对了，如果这种实在的建议能帮你避开坑，麻烦点个订阅呗。我还有一期专门讲那些绝对不能买的车型，经销商都不想让你看的那种。不过这只是第2名，第1名更让人意外。之前没人相信这个品牌能跟丰田抗衡，直到我把数据摆出来。嘿，先问你个问题，提到别克，你是不是脑子里立刻就冒出爷爷车这3个字了？行，那今天我就让你彻底刷新一下对别克的认知，特别是2017到2019款的别克君越，这车有点东西。你看这车当年落地要花3万3到4万2美金，现在呢1万1到1万6就能拿下，啥概念？一辆价值4万美金的美式豪华车，二手价格跟一台思域差不多，这简直是二手车市场的价值洼地啊！前阵子就来了个哥们儿，看中了一台2018款跑了5万英里的君越，想花14500买。我给他做完验前检测，车况好的没话说 ，Carfax 报告干干净净，刚换过机油，新轮胎，刹车片还有60%的厚度。我跟他说，兄弟，这车捡到宝了，闭眼入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他看我那眼神就跟看骗子似的，撇撇嘴说：“你可拉倒吧，别克，我爷爷以前就开那玩意儿，开就散架。”我当时差点笑出声，立刻掏出手机，把Power 2025年最新的车辆可靠性研究报告给他看，数据摆在这儿，别克在所有主流品牌里可靠性排名第1，平均每100辆车只有143个问题，比丰田161个强，比本田177个更强。这哥们儿看了脸一沉，说我给他看的肯定是假网站。你看品牌的刻板印象有多可怕，但问题是数据不会撒谎，车也不会骗人。咱们来聊聊这车本身。2017款君越，一台3.6升 V6 发动机，303匹马力，动力绝对够用。最关键的是变速箱，2017款还是8速，但到了2018和2019款，直接升级成了更平顺、更可靠的9AT 变速箱。这台车最牛的地方在哪？是它的静音吊效，3重车门、密封条、夹层隔音玻璃，还有主动降噪系统。我跟你说，这车里的安静程度跟一台5万美金的雷克萨斯 ES 有得一拼，甚至某些场景下更胜一筹。而且它和那些娇气的德国豪华车完全不一样，修起来是真省心，因为全美随便一家通用 4S 店，甚至街边修车铺都能搞定它，配件便宜，工时费也低。所以到底买哪一年的，千万别碰。第一代2005至2009的 LaCrosse， 那是老古董，变速箱问题一堆。第二代2010至2013的电气问题又成了老大难，哪怕是2017款，它的8速变速箱也有小毛病，目标就锁定2018和2019款。9速变速箱那个 Essence 和 Avenir 这2个高配版本原价卖1万5的配置，比如加热、通风座椅、自适应巡航、抬头显示、全景天窗，现在用1万3、4就能拿下，性价比直接拉满。
验车的时候，你得盯紧这几点：一、转向系统，冷车启动时听听转向助力有没有异响，这是个小毛病，但得知道。二、变速箱保养通用，这9速 AT 比丰田的开不坏更需要按时保养，一定查保养记录，确认变速箱油每 4.5万英里左右换过。三、召回信息，把车架号 VIN 输进 NHTSA 的召回数据库，看看有没有没处理的召回项目，这是底线。咱们来算笔账，根据 RepairPal 的数据，君越年均保养花费大概569美元。虽然比日系车高点，但跟它同级别的宝马5系、奔驰 E 级比，简直是毛毛雨。常见维修费用有多低？比如转向助力系统坏了，修一下也就1000多块，要是换个点火线圈，全套下来还不够一台欧洲车一个线圈的钱。更别说它的发动机是正时链条，不用定期换，又省一笔。所以你看，这车的最终结论是什么？你买的是一台你爷爷辈会喜欢的舒适稳重，但同时也是修车师傅看了都点头说这车靠谱的宝藏车。市场嘲笑它是爷爷车，但数据告诉咱们，这就是一座等着被发现的金矿。什么人适合买它？一、追求性价比的实用主义者，想用1半的钱享受90%的豪华配置和舒适体验，但不想为豪华车的维修账单买单。二、长期主义者，打算把车开个15万英里，需要一台既舒服又皮实耐用的战友。什么人不适合买它？一、在意外界眼光的面子党，如果你还在乎朋友看到你开别克会怎么想，那这车真不适合你。二、科技发烧友，如果你追求的是最新的车机科技和最前沿的安全辅助，那还是看看新款。好了，今天关于这款披着平民外衣的贵族君越就跟您聊到这儿。现在你对真正耐用的车型是不是比那些周末随便逛车行的人懂多了？下次再有人跟你用品牌光环来忽悠你时，你就知道数据才是唯一的真理。当然，知道了哪些车值得买，更要清楚哪些车千万不能碰。我专门做了一期视频，揭秘那些存在致命故障，让你直接半路抛锚的车型，还有维修费能买半辆车的坑爹项目。这可是我20年在修车厂看车、修车攒下的血泪经验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点个关注，我会持续为你揭开更多车商绝不会告诉你的真相。